靈堂裡的白花擺得很滿，正中間那張黑白照片裡，趙德勝穿着一件深色中山裝，頭髮梳得整齊，嘴角微微上揚，看起來仍是平日裡那副溫和體面的模樣。誰見了都要說一句，趙老先生一輩子穩重，做人講究，走得也算風光。可站在靈堂左側的韓素梅知道，風光這兩個字有時候只是給活人看的。她今年62歲，穿着一身黑色素衣，頭髮盤在腦後，鬢邊有幾縷白。她臉色有些憔悴，卻沒有在眾人面前哭得失態。從早上開始，親戚朋友陸陸續續來弔唁，有人握着她的手說節哀，有人嘆息趙德勝走得太突然，有人誇他這些年把家照顧得好，說趙德勝能安心走也是有福氣。韓素梅一一點頭道謝，她像一根被雨打濕卻仍舊挺直的竹子，安靜克制，讓人看着心疼。兒子趙明遠站在一旁接待來賓，他35歲，在外地工作，父親去世後連夜趕回來，眼底全是紅血絲。女兒趙雅寧抱着一疊紙錢，時不時偷偷擦眼淚。靈堂裡香火味很重，誦經聲低低地響着，一切本該按照流程平穩進行。直到上午10點多，一個女人出現在靈堂門口。那女人約莫40出頭，穿着一身黑色長裙，外面披着一件質地很好的羊絨大衣。她妝容精致，頭髮燙成柔軟的大波浪，手裡捧着一束白菊。她不是一個人來的，身後還跟着一個17、18歲的男孩，身量高瘦，眉眼間竟有幾分像年輕時的趙德勝。靈堂裡瞬間安靜了一下，不少人看向門口，眼神裡帶着疑惑。韓素梅也看了過去，她不認識這個女人，或者說她見過。3年前，趙德勝住院時，病房走廊裡有個女人給他送過湯。當時趙德勝介紹說，那是以前單位同事的妹妹，姓白，開飯店的，正好路過。韓素梅那時候心裡不是沒有疑惑，可趙德勝一輩子愛面子，在外人面前待人熱情，很多親朋舊友都會來探望，他沒有多問。現在那女人捧着花，一步步走進來，眼睛紅着，卻不像普通朋友那樣拘謹。她走到遺像前，深深鞠了3個躬，然後把花放下。接着，她竟然轉身朝韓素梅走來，韓姐女人聲音柔柔的，帶着哭腔。韓素梅看着她，你是女人，抿了抿唇，像是受了極大委屈。我叫白玉琴。這個名字一出口，站在旁邊的趙明遠臉色微微一變。他聽過父親去世前，手機裡有幾個未接來電，備註就是玉琴。當時他沒多想，以為是父親生前的熟人。可現在看這女人的神態，事情顯然不簡單。韓素梅點點頭，語氣仍舊平和，來了就上炷香吧。白玉琴眼裡閃過一絲意外，她似乎沒想到韓素梅這麼平靜。她身後那個男孩低着頭，一直沒說話，白玉琴卻沒有就此推開，而是從包裡拿出一個白色信封。韓姐，德勝哥臨走前交代過，有些事今天必須說清楚。靈堂裡有人，倒吸一口氣，趙雅寧抬起頭，眼睛還紅着，你叫我爸什麼？白玉琴看了他一眼，目光裡竟帶着一絲長輩般的複雜。雅寧，我知道你一時接受不了。趙雅寧立刻炸了，你憑什麼叫我名字？你到底是誰？趙明遠拉住妹妹，沉着臉問，白小姐，今天是我父親葬禮，有什麼事不能等以後再說嗎？白玉琴眼眶一紅，我也不想在今天鬧，可德勝哥說過，他怕自己走後
我和孩子被人趕盡殺絕。他留下了遺囑，讓我一定在葬禮上拿出來，讓所有親友做個見證。遺囑2個字像一塊石頭砸進水裡，靈堂裡頓時低聲議論起來。韓素梅手指微微一緊，孩子她看向白玉琴身後的男孩，那男孩似乎被众人的目光刺得抬不起頭，嘴唇抿得很緊。白玉琴把信封遞給趙明遠，這是德勝哥親手簽的遺囑，還有公證書複印件，裡面寫得很清楚，他名下的房產、存款、收藏品，還有那間老鋪子的股份，全都留給我和小澤。趙雅寧臉色一下白了。你胡說！趙明遠接過信封，手背青筋突起，他打開看了幾眼，臉色越來越難看。趙雅寧一把奪過來，看完後整個人都在發抖。這不可能，我爸怎麼可能把遺產全留給你？你算什麼人？白玉琴還沒說話，旁邊一個遠房親戚忍不住開口，這女的是不是外面的人啊？那孩子不会是老趙？平時看着挺正派，怎麼還有這種事？議論聲越來越密，趙德勝那張黑白照片依舊掛在正中間，嘴角那點笑意此刻看起來格外刺眼。韓素梅站在原地，臉上沒有太大表情，可沒有人知道，她胸口像被人用钝刀一下一下割着。她和趙德勝結婚38年，24歲嫁給他時，他還只是個小廠裡的技術員，住在單位分的筒子樓裡，1層10幾戶人，共用水房和廁所。那時候日子苦，冬天屋裡冷，牆角結霜，晚上睡覺要把熱水袋塞進被窩。趙德勝胃不好，韓素梅每天早上5點起床給他熬粥，再騎自行車去上班。後來他下海做生意，最難的那幾年欠了不少債，討債的人堵到家門口，嚇得孩子躲在床底下哭。韓素梅把娘家裴家的金手鐲賣了，又瞞着老人去飯館後廚幫工，白天上班，晚上洗碗，一雙手泡得全是裂口。趙德勝那時候抱着她哭，說素梅這輩子，我要是對不起你，我就不是人。韓素梅信了，她後來慢慢起來了，開了鋪子，買了房，孩子們也長大成人，親戚朋友都說她熬出頭了。可熬到最後，她竟在老伴葬禮上聽見另一個女人拿着遺囑說，她把所有東西都留給了她和她的孩子。白玉琴見韓素梅一直不說話，心裡多了幾分底氣，她抬手擦了擦眼角，聲音不大不小，足夠周圍人聽見。韓姐，我知道你心裡不好受，可感情的事不能只看名分。德勝哥這些年過得也不容易，他跟我說，在你那裡，他只有責任，沒有溫暖。趙雅寧氣得眼淚直掉，你閉嘴，我媽照顧他一輩子，你憑什麼這麼說他？白玉琴眼神一冷，卻很快又裝出委屈，我沒有否認韓姐辛苦，可是德勝哥也有選擇自己最後心願的權利。他臨終前說，對你們母子3個，他已經盡到責任了。房子你們住了這麼多年，孩子也都成家立業，可我和小澤什麼都沒有。趙明遠沉聲問，這個孩子到底是誰？白玉琴把男孩拉到身前，他叫白澤，是德勝哥的親生兒子。這句話一出，靈堂裡徹底炸開了，有人看向韓素梅眼，神裡有同情，也有看熱鬧的興奮。有人低聲罵趙德勝糊塗，有人又說，既然有遺囑，那法律上可能真不好說。趙雅寧忍不住衝上前，想把白玉琴推出去，你帶着你的野孩子滾出去，這裡不歡迎你。白澤臉色瞬間慘白，白玉琴立刻把他護到身後，尖聲說，你嘴巴放乾淨點，
孩子是無辜的。趙雅寧哭着喊，我媽就不無辜嗎？她給我爸做了一輩子飯，伺候他生病住院，到頭來他把錢全留給你，你還來葬禮上耀武揚威，你還要不要臉？趙明遠趕緊攔住妹妹，雅寧別在霸凌前鬧，他還配讓我們給他守靈嗎？趙雅寧崩潰地指着遺像，他配嗎？這話一出，全場更安靜了。韓素梅終於動了，她走到趙雅寧身邊，輕輕握住女兒的手，雅寧別吵。趙雅寧淚眼朦朧地看着母親媽，她都欺負到你頭上了。韓素梅看着她，語氣很輕，今天是你爸葬禮，讓他安安靜靜走完。白玉琴眼裡露出一絲勝利般的神色，她以為韓素梅是怕了，畢竟在她眼裡，韓素梅這種女人最看重臉面，最怕家醜外揚。丈夫死了，兒女在場，親戚朋友都看着她，就算氣到吐血，也只能忍下來。白玉琴低頭整理了一下袖口，柔聲說，韓姐，你能這麼想就好。德勝哥在天有靈，也不希望我們爭吵。他留下的東西，我會按照他的意思處理。你們要是不服，可以去問公證處。韓素梅看着他，忽然問，你說完了嗎？白玉琴一愣，什麼？韓素梅仍舊平靜，你今天來，不就是為了告訴大家，趙德勝把遺產都留給你了？還有這個，孩子是他的親生兒子，現在大家都知道了，你可以先上香，然後找地方坐下。白玉琴没想到他會是這個反應，沒有崩潰，沒有撕扯，沒有當眾罵人，甚至沒有哭，那種平靜反而讓他心裡發毛。他忍不住說，韓姐，你是不是沒看清楚遺囑？德勝哥名下的東西，韓素梅打斷他，看不看清楚都不是在靈堂上解決。白玉琴皺眉，可這是德勝哥的意思。韓素梅抬眼看向趙德勝的遺像，他活着的時候很多事都瞞着，我死了以後也不差這一件。這句話不高，卻讓靈堂裡不少人低下了頭。趙明遠眼圈一下紅了，他忽然覺得母親比誰都痛，只是他把所有血淚都吞回去了。白玉琴臉色有點難看，她原本設想的很好，在葬禮上拿出遺囑，讓所有人都知道自己不是沒名沒分的女人。趙德勝最終選的是她，錢也給了她，孩子也得到了承認。他以為韓素梅會哭鬧，一哭鬧就顯得狼狽，顯得不體面，親戚朋友也會覺得她輸不起。可韓素梅不鬧，反倒讓白玉琴像個不合時宜的闖入者。葬禮繼續進行，白玉琴帶住白澤坐在角落裡，她坐得很直，偶爾低頭抹眼淚，像一個同樣失去摯愛的女人。可趙家人沒人搭理她，韓素梅照常答謝來賓，照常守在靈前，照常接過香，遞紙錢鞠躬。只是中途有一次，她忽然扶了一下旁邊的桌子，趙明遠趕緊上前，媽，你是不是不舒服？韓素梅搖搖頭，沒事，血糖有點低。趙明遠看着她蒼白的臉，心疼的不行，媽，您先去休息，我和雅寧守着韓素。沒說等這一場完，他沒有倒下，他像是用最後的力氣撐着趙家的體面，也撐着自己這一生最後的尊嚴。下午火化前的告別儀式開始，親友排隊繞棺。白玉琴帶着白澤走上前時，趙雅寧死死咬着嘴唇，眼淚又掉了下來。白玉琴站在棺前，哭得肩膀發抖。德勝哥，你放心，我會照顧好小澤，也會守住你留給我們的東西。這句話像故意說給韓素梅聽，韓素梅沒有看他，她只望着棺木裡那張早已失去生氣的臉。趙德勝走得突然，前一晚還說胸口悶，
第二天清晨人就沒了，醫生說是突發心梗，搶救不及。韓素梅記得，她倒下前幾天，還因為她沒有把降壓藥放在茶几上發脾氣。她說：素梅，你現在記性真是越來越差，什麼事都做不好。那時候她沒有頂嘴，只是默默去抽屜裡把藥拿出來，後來才發現，藥其實是她自己裝進了外套口袋。這種事在他們晚年婚姻裡太多了。趙德勝脾氣越來越大，對外人卻越來越客氣。在街坊面前，他是和善的老趙，是愛喝茶下棋的退休商人，是逢年過節給孩子們發紅包的長輩。可回到家，他嫌他飯做淡了，嫌他走路慢，嫌他不懂手機支付，嫌他打電話問他在哪裡時管得太多。韓素梅不是沒委屈過，只是年紀大了，她總覺得夫妻過了一輩子，哪有不磕碰的。她忍着他的壞脾氣，照顧他的胃病、高血壓、糖尿病，把他的衣服熨得平整，把他的藥一格一格分好。她以為人老了，至少身邊還有個伴，沒想到那個伴早就把心和錢都給了別人。棺木推走時，趙雅寧哭得站不穩，趙明遠扶着母親，感覺她的手冰涼。韓素梅看着火化室的門關上，終於緩緩閉了一下眼，沒有一滴淚，不是不想哭，是淚在心裡已經結成冰。葬禮結束後，親戚們陸續離開，有人臨走前悄悄勸韓素梅：素梅啊，這事你要想開點，老趙人都走了，別把自己氣壞。那女人不好對付，你可別衝動，有遺囑也不一定全算數。你找個律師問問你，這麼多年不容易，別便宜了外人。韓素梅都只是點頭，白玉琴沒有馬上走，她像是專門等到人少了，才走到韓素梅面前。趙明遠和趙雅寧立刻擋在母親身前，白玉琴看了一眼兄妹二人，語氣不再像剛才那麼柔弱。韓姐，既然葬禮結束了，我們也該談談後面的事。德勝哥名下那套房子，還有老街那間鋪子，遺囑裡都留給了我和小澤。房子你們可以暫時住着，但最好盡快搬。鋪子的租金下個月起也該轉到我這邊。趙亞寧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爸骨灰還沒安放，你就來要房要鋪子？白玉琴冷冷說，這不是我要，是德勝哥留給我的。再說，我和小澤這些年也受了很多委屈，你們至少還能光明正大叫他爸爸。我兒子呢？他從小到大只能偷偷見父親。趙明遠氣的聲音發沉，那是你和趙德勝的選擇，不是我們欠你的。白玉琴臉色一變，趙明遠，你別太過分。德勝哥生前最疼小澤，他早就說過，你和你妹妹都工作了，不需要他操心，小澤還小，他得替小澤安排後路。趙雅寧怒道，那我媽呢？我媽跟他過了38年，他替我媽安排什麼了？白玉琴撇開眼，夫妻之間不是早就共有過生活了嗎？韓姐也享了這麼多年福。這句話終於讓韓素梅抬起了頭，她看住白玉琴，眼神第一次有了冷意。想扶白玉琴被她看得心裡一顫。韓素梅慢慢說，我24歲嫁給趙德勝，住筒子樓吃鹹菜粥，懷着孩子還排隊接水。32歲那年，他做生意賠了錢，我一天打2份工幫他還債。40歲，他第一次胃出血，是我在醫院守了7天7夜。52歲，他查出糖尿病，我每天称米稱油給他做飯。60歲，他晚上起夜摔了一跤，是我扶着他去復健。白玉琴，你告訴我，我享的是哪門子的福？白玉琴張了張嘴，一時語塞。
韓素梅又問，你陪他吃過幾年苦？白玉琴咬牙說，感情不是靠吃苦衡量的。韓素梅點點頭，對，感情不能只靠吃苦衡量，所以你有你的感情，我有我的賬。白玉琴皺眉，你什麼意思？韓素梅沒有回答，只是轉頭對趙明遠說，明遠。送客趙明遠立刻道，白小姐，請回吧。白玉琴冷笑一聲，好，我走。但韓姐，我勸你別做无用功，遺囑是公證過的，德勝哥的意思清清楚楚，你們就算不甘心也改不了。韓素梅說，改不改得了，不是你說了算。白玉琴臉色沉了沉，拉住白澤離開。臨走前，白澤回頭看了韓素梅一眼，那眼神很複雜，有尷尬，有不安，也有一點說不清的歉疚。韓素梅沒有看他，等人走後，趙雅寧終於撐不住，抱着韓素梅哭出聲罵，我爸怎麼能這樣，他怎麼能這樣對你？韓素梅抬手摸着女兒的背，她自己的眼眶也是紅的，可聲音很穩，雅寧哭可以，但哭完要把眼淚擦乾。趙雅寧哽咽道，可他有遺囑，我們怎麼辦？趙明遠也看着母親媽，這件事我來處理，我明天就請假找律師。韓素梅看着一雙兒女，這一刻她心裡忽然有一種說不出的清醒。這些年她總把自己當成趙德勝的妻子，趙家的兒媳明遠和雅寧的母親，她很少想韓素梅自己到底是誰。可今天在丈夫葬禮上被另一個女人逼到這一步，她忽然明白自己不能再做那個只會忍的人。忍了一輩子，忍來的是什麼？是丈夫死後讓小三拿着遺囑上門要房要鋪子。韓素梅深吸一口氣，律師要找，但不是明天。趙明遠愣了，媽，韓素梅說，今晚先把你爸安頓好，明天上午你陪我去一個地方。趙雅寧抬頭問去哪兒？韓素梅沒有立刻回答，她只是看向趙德勝遺像被撤下後空出的位置，低聲說，去拿一樣東西。那天晚上趙家沒有開火，親戚送來了一些素菜，趙雅寧熱了熱，端到餐桌上，卻沒人吃得下。趙德勝的骨灰盒暫時供在客廳一角，香燭慢慢燃着。韓素梅坐在沙發上，手裡握着一串舊鑰匙，這串鑰匙她很多年沒動過了，其中有一把是趙德勝年輕時開第一間鋪子時留下的倉庫鑰匙。那間倉庫後來不用了，租也租不出去，堆了一些舊貨和文件箱。趙德勝發家後，很多舊東西都嫌晦氣要扔，韓素梅沒讓，她說再怎麼也是過日子的痕跡，留着吧。趙德勝那時還笑，你就是窮怕了，什麼破爛都捨不得扔。韓素梅沒有反駁，她確實窮怕了，也正因為窮怕了，她保存了太多趙德勝以為沒用的東西，那些舊賬本、借條合同、房屋買賣憑據、鋪子最早的出資記錄，甚至還有當年他賣金手鐲和向娘家借錢的證明。趙德勝後來越來越不喜歡他，碰生意上的事，他常說，你一個女人懂什麼？家裡管好就行了。韓素梅就真的慢慢退到了廚房和孩子身後。可她不是不懂，她只是那時候相信夫妻一體，沒必要分那麼清楚。現在想想，人心一旦變了，不分清楚的東西最後都会變成傷人的刀。夜深後，趙明遠和趙雅寧都睡不着。趙雅寧坐在母親身邊，紅着眼說，媽，我一想到他今天那副樣子，我就恨不得衝上去撕了他。韓素梅低聲說，撕了他有什麼用？他痛一下，我們自己也難看。那難道就讓他拿走所有東西？
當然不。韓素梅抬頭看向女兒雅寧。女人遇到事，最不值錢的就是當眾撒潑，撒潑也許能出一口氣，但出完氣，該丟的東西還是丟。真正要緊的是把本來屬於自己的東西拿回來。趙雅寧怔怔看着母親，她忽然發現母親好像和以前不一樣了。以前的韓素梅是家裡最沒脾氣的人，父親說飯鹹，她就下次少放鹽；父親嫌她囉嗦，她就少說話；父親忘記結婚紀念日，她也只笑着說年紀大了，不講究這些。可此刻的韓素梅眼裡有一種安靜的硬，那是被生活磨了幾十年後終於露出來的骨頭。第二天早上，趙明遠開車帶韓素梅去了老街。老街很多店鋪都關了，牆面斑駁，門牌褪色。趙德勝最早起家的那間鋪子就在巷口，如今租給別人做五金店，每個月租金不算高，但地段老，產權值錢。鋪子後面有一間小倉庫，門鎖生了鏽。趙明遠費了好大力氣才打開，一推門，灰塵撲面而來，裡面堆着木箱、舊桌椅、落滿灰的塑料桶，還有幾個用膠帶封住的紙箱。趙明遠皺眉媽，這裡面有什麼？韓素梅走進去，目光在角落停下。那幾個藍色箱子，趙明遠把箱子搬出來，打開後，裡面是厚厚一摞文件，有泛黃的借據，有早年的銀行轉賬憑證，有房屋購買合同，有鋪子營業執照複印件，還有一本老舊的筆記本。韓素梅翻開筆記本，裡面是她年輕時記的賬，某年某月，賣金手鐲1800元，交給德勝還貨款某年某月，向大哥借3000元，給德勝進貨某年某月，素梅工資820元，留生活費200餘，620交德勝。一筆一筆，字跡工整。趙明遠看着那些賬，眼睛慢慢紅了。這些您怎麼從來沒說過？韓素梅輕輕拍掉紙上的灰，那時候說這些幹什麼？家裡難能幫就幫，夫妻之間總不能天天算賬。他頓了頓，又說可不，算賬不代表沒有賬。趙明遠握緊文件，這些有用嗎？韓素梅說有沒有用，讓律師看。從倉庫出來後，他們沒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韓素梅提前聯繫好的一家律所。律師姓羅，40多歲，說話很穩。他認真看完白玉琪拿出的遺囑複印件，又看了韓素梅帶來的舊資料，問了幾個關鍵問題。趙德勝名下目前有哪些財產？趙明遠說，一套現在我媽住的房子，一間老街鋪子，部分存款，還有一些字畫收藏。我爸以前有個小公司，後來股份轉出去了，具體情況我們還要查。羅律師問，房子和鋪子都是婚後取得？韓素梅點頭，房子是婚後買的，鋪子最早也是婚後做生意買下來的。那首先要明確一點，羅律師放下文件，即使趙德勝立了遺囑，也只能處分屬於他自己的那部分財產。夫妻共同財產裡，有一半原本就是韓女士的，不屬於遺產範圍，他不能把您的那一半也留給別人。趙雅寧今天也跟來了，聽到這句話，立刻抬頭，也就是說，那個遺囑不是他說拿走就能拿走。羅律師點頭，當然不是。比如房產和鋪子，如果是夫妻共同財產，先分出韓女士的份額，剩下屬於趙先生的部分才涉及遺囑繼承。韓素梅沉默地聽着羅律師繼續說，第二遺囑本身也要核驗真實性，公證遺囑一般效力較強，但我們仍要核查公證流程。立遺囑時，趙先生的精神狀態是否存在受脅迫欺騙，遺囑內容是否有瑕疵。趙明遠問那個孩子呢？
如果真是我爸的兒子，會不會影響？羅律師說，如果能證明親子關係，他作為非婚生子女也有繼承權，但有遺囑時要看遺囑安排。不過這不影響韓女士作為配偶先分割夫妻共同財產，也不影響她主張自己的合法權益。趙雅寧咬牙說，我爸太狠了，竟然一點都沒給我媽留。羅律師看向韓素梅，韓女士，還有一點很重要，您剛才說趙先生這些年可能給白玉琴購買過房產、車輛、首飾，甚至長期轉賬。如果這些支出發生在婚姻存續期間，且使用夫妻共同財產，你有權要求返還相應部分。韓素梅終於抬起眼，怎麼查？羅律師說，申請調查令，查趙先生名下賬戶流水、不動產登記、車輛登記、保險理財以及相關轉賬記錄。還有，如果白玉琴名下突然出現大額資產，而他沒有合理收入來源，也可以作為線索。趙明遠立刻說，我爸這些年經常說投資虧了，家裡存款也少的，奇怪，會不會都轉給他了？韓素梅想起白玉琴那件質地極好的羊絨大衣，想起他手上那只昂貴的包，想起白澤身上那種不像普通家庭孩子的穿着。他慢慢說，查。羅律師點頭。接下來第一步，我們會先發律師函，要求白玉琴不得擅自處分相關財產，同時向法院申請財產保全。第二步，起訴確認遺產範圍，主張韓女士對夫妻共同財產的份額。第三步，視情況追加，要求返還婚內不當贈與。趙雅寧聽得心裡終於有了底。媽，您昨天說要拿一樣東西，就是這些證據。韓素梅看着桌上那本舊賬本，不止。她從包裡拿出一個小小的錄音筆。你爸走前半年總跟我吵，說這個家讓他窒息，說我管他錢。我那時候覺得不對，就留了個心眼。趙明遠驚訝地看着他，媽，您錄音了？韓素梅垂下眼，我不是想害他，我只是想知道他到底瞞了我多少事。羅律師接過錄音筆提醒道，錄音如果取得方式合法，內容清晰，與案件有關，是可能作為證據使用的，我們需要先整理。韓素梅點頭，他當然不是一夜之間變得精明，其實早在趙德勝生前最後一年，他就察覺到不對了。那時候趙德勝經常躲在陽台打電話，手機密碼突然換了，他開始頻繁去外地，說是看老朋友，卻從來不讓他跟着。有一次韓素梅洗衣服時，從他外套口袋裡摸出一張小票，是一家高檔童裝店的消費記錄。衣服尺碼明顯不是買給成年人，也不是買給已經成家的明遠和雅寧。他問趙德勝，趙德勝當場發火，我買點東西送朋友，孩子怎麼了？你現在是不是看我花1分錢都不順眼？韓素梅那天沒有再問，可他把小票收了起來。後來又有一次，他半夜起来喝水，聽見趙德勝在書房裡打電話，他聲音很低，卻帶着他多年沒聽過的溫柔。小澤高考前別給他太大壓力，房子的事我會安排你，放心，我不會讓你們娘倆沒着落。韓素梅站在門外，手腳冰涼。從那天起，他開始留意，他不是為了爭什麼，他只是想給自己一個明白。可趙德勝走得太突然，他還沒來得及問，他就永遠閉上了嘴。如今白玉琴把一切擺到靈堂上，韓素梅反而不需要問了，答案已經明明白白。離開律所時，趙明遠扶着母親，媽，對不起。韓素梅看他，你道什麼歉？趙明遠眼睛發紅，這些年我總以為家裡挺好的，爸脾氣不好，我也覺得，您忍忍就過去了。我和雅寧
都太少關心您。韓素梅沉默片刻，輕聲說，你們有自己的日子，媽不怪你們。可我怪自己。趙明遠哽咽，媽，以後我不会再讓您一個人扛。韓素梅拍了拍他的手背，明遠媽，不是要你替我扛，媽是想讓你看着，女人老了，也不是只能任人欺負。趙明遠用力點頭。當天下午，羅律師的律師函送到了白玉琴手裡。白玉琴正在一間裝修精致的茶室裡，那茶室是趙德勝生前給他盘下來的，對外說是他自己創業，實際上啟動資金、裝修費，甚至每月租金，幾乎都來自趙德勝。他正和一個熟人說起葬禮上的事，他那個原配一看就是沒見過世面的家庭婦女。正說着，店員拿着一份文件進來，白姐有人送來的律師函。白玉琴臉上的笑僵住，她打開看了幾行，臉色猛地變了。律師函上明確要求她停止主張，轉移隱匿涉及趙德勝婚姻存續期間的夫妻共同財產，要求其配合核查趙德勝生前對她及其子白澤的大額贈與，否則韓素梅將依法提起訴訟，要求確認財產權屬，並追回不當贈與。白玉琴攥着紙，手指都在發抖。她沒想到韓素梅這麼快就找了律師，更沒想到韓素梅不是去爭那份遺囑，而是直接從夫妻共同財產和贈與下手。這等於告訴她，趙德勝留給她的東西未必都是趙德勝能留的。旁邊熟人小心問玉琴怎麼了，白玉琴猛地把文件拍在桌上，他敢告我。他聲音很大，可心裡卻第一次慌了，因為他比誰都清楚，趙德勝這些年給他的東西太多了。那套寫在他名下的小公寓是趙德勝付的首付，茶室裝修是趙德勝轉的錢，白澤上的補習班、讀的私立學校、出國夏令營都是趙德勝付費。他手上的金鐲子、兜首飾，甚至那輛代步車也都和趙德勝脫不了關係。以前他從不覺得有問題，趙德勝說他欠他和孩子，可現在韓素梅一封律師函遞過來，他才猛然意識到，趙德勝給他的每一分體面，背後可能都有另一個女人的權利。白玉琴咬牙撥通趙德勝生前一個朋友的電話，那人以前也幫趙德勝處理過一些事。電話接通後，白玉琴急急說，老秦，韓素梅找律師要查德勝的財產，還要追回他給我的東西，你得幫我想想辦法。電話那頭沉默了一下，玉琴老趙人都走了，這事我不好摻和。白玉琴急了，你以前不是說遺囑沒問題嗎？遺囑沒問題是一回事，但夫妻共同財產是另一回事。老趙能處分的只是他自己的份額，這點你應該懂。白玉琴臉色發白，那他給我的房子車子呢？老秦嘆了口氣，如果韓素梅真追究，麻煩不小，尤其是那些大額轉賬和買房款，他要是能證明是婚內共同財產，你可能得返還一部分，甚至更多。白玉琴尖聲說，憑什麼？那是德勝自願給我的，自願也得看錢是不是他一個人的。白玉琴呆住。電話掛斷後，他坐在茶室裡，久久沒有回神。此時此刻，他終於想起葬禮上韓素梅說的那句話，你有你的感情，我有我的賬。原來韓素梅不是怕了，她只是沒有把賬算在靈堂上，真正的刀現在才落下來。而這一刀
正砍在白玉琴最害怕失去的東西上。白玉琴那天晚上幾乎沒睡，茶室打烊後，她一個人坐在包間裡，面前放着那封律師函，桌上的茶早已涼透。窗外街燈一盞一盞亮着，照在玻璃上，把她的臉映得有些陌生。她從41歲那年遇到趙德勝，到如今整整17年。一開始，她並沒有想過會走到今天這一步。那時候，她在一家酒樓做領班，離過一次婚，帶着年幼的白澤，日子過得窘迫。前夫不給撫養費，娘家又嫌她丟人，她白天站到腿腫，晚上回出租屋，還要給孩子洗衣做飯。趙德勝第一次來酒樓吃飯，是陪幾個朋友，他出手大方，說話體面，看他被醉酒客人刁難，還替他解過圍。後來他常來，再後來，他說自己和妻子早就沒感情了，兩人只是搭夥過日子，為了孩子才沒離婚。這種話很老套，白玉琴不是沒聽過。可當一個中年男人在他最困難的時候，替他交房租，替孩子買衣服，半夜開車送他去醫院，他還是一步一步信了。他也曾問過趙德勝，你會離婚嗎？趙德勝總是嘆氣蹙眉，跟了我多年，我不能把事情做絕。等孩子们都成家了，等家裡事情再穩一穩，我一定給你一個交代。一等就是17年，白玉琴從等名分，等到只想要保障。她不是不知道韓素梅無辜，可人一旦站在自己的委屈裡，就很容易把別人的苦看輕他。覺得自己也付出了青春，覺得白澤從小不能光明正大，叫父親也可憐，覺得趙德勝把遺產留給他們母子是補償，所以葬禮那天他才會挺直腰背走進靈堂。他想讓所有人知道，自己不是被趙德勝隨手丟在外面的女人。他以為有遺囑在手，韓素梅母子只能忍。可那封律師函像一盆冷水，澆滅了他所有得意。第二天一早，白玉琴去了公寓。那套公寓在城南一個新小區，面積不大，卻裝修得很好。白澤高3之前，他和孩子一直住在這裡，房本上寫的是他的名字，可首付款和大部分貸款提前還款都是趙德勝出的。他坐在客廳裡，把抽屜裡的票據一張張翻出來，越翻心越慌。轉賬記錄、裝修合同、家具發票、保險單、白澤學校繳費憑證，每一張紙都像在提醒他，這些年他所謂的安穩根基並不乾淨。白澤從房間出來，見他臉色不好，小聲問媽，出什麼事了？白玉琴立刻把文件合上，沒事，你好好複習。白澤沉默了一會兒，忽然說，昨天葬禮上我們是不是不該去？白玉琴臉色一變，小澤，你怎麼這麼說？白澤低着頭，那個阿姨看起來很難過，還有哥哥姐姐，他們也很難過。白玉琴心裡一刺，那你呢？你就不難過？你爸爸走了，你連跪在靈前哭一場都要看別人臉色，你不委屈嗎？白澤咬着唇，可我本來就不是他婚姻裡的孩子。白玉琴猛地站起來，誰教你這麼說的？白澤眼眶發紅，沒人教我，從小到大，爸爸每次來都不能久待，過年也不能一起吃飯。學校填父親，信息你總說別寫他名字，我不是小孩子了，我知道這是怎麼回事。白玉琴看着兒子，忽然說不出話。他一直以為自己替白澤爭是為他好，可他忘了，孩子不是沒有羞恥感，也不是不懂是非。白澤低聲說，媽，我不想要那些東西。白玉琴眼裡瞬間湧上怒意和委屈。你不想要？你知道我為了你受了多少委屈嗎？你知道
如果沒有那些東西，我們以後怎麼辦嗎？你爸答應過要照顧我們，他現在人走了，我不替你爭，誰替你爭？白澤抬起頭，可是那些東西真的是我們的嗎？這一句話把白玉琴問得臉色慘白，她揚起手想要打他，可最後那只手停在半空，慢慢垂了下去。你去複習。白澤看了他一眼，轉身回房。門關上後，白玉琴跌坐回沙發上，她忽然覺得四周很空。她怔了半生，最後連兒子都開始懷疑她。另一邊，韓素梅的日子沒有因為一封律師函變得輕鬆。趙德勝剛下葬，家裡就開始有各種人登門，有親戚是真心關心他，有親戚是來探口風，還有人拐彎抹角勸他別把事做太絕。一個趙德勝生前的老友坐在客廳裡，端着茶杯嘆氣。素梅老趙，糊塗是糊塗，可人都走了，那孩子要真是他的血脈，你也別逼太狠，傳出去別人會說你容不下人。韓素梅給他續了茶，語氣平穩。秦大哥，我不是容不下誰，我只是要拿回我自己的東西。老秦有些尷尬，可老趙生前也不容易，他夾在兩邊。韓素梅抬眼看他，他夾在兩邊，是因為他自己要兩邊都占，不是我讓他在外面養人的。老秦頓時噎住。韓素梅又說，你們都是他的朋友，他活着的時候有沒有人勸過他別這樣對我？老秦神色讪讪，他們不是不知道，趙德勝在外面有白玉琴，身邊幾個老朋友多少聽過風聲，有的人勸過兩句，但更多時候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男人之間常有一套心照不宣的說法，老趙有本事，外面有個知冷知熱的女人也正常，家裡老婆跟他吃過苦，總歸不會真的離開，外面的女人生了孩子，老趙補償些錢也說得過去。他們把這一切看成風流債，卻沒有人想過韓素梅的半生如何被辜負。如今事情爆出來，倒來勸他大度。韓素梅把茶杯放下，秦大哥，你今天要是來吊唁，老趙我謝你，你要是來替白玉琴說話，這杯茶喝完就請回吧。老秦臉上有些掛不住，坐了沒多久就走了。趙雅寧在房間裡聽見，出來後抱住母親媽，你剛才太厲害了。韓素梅笑了笑，媽，不是厲害，是年紀大了，不想再聽那些虛話。趙雅寧眼眶又紅了，以前您怎麼都不說？韓素梅看着窗外，以前總覺得家和萬事興，後來才知道有些家看起來和，是因為有人一直在忍，忍的人不說話，大家就當他不疼。這句話讓趙雅寧心裡酸得不行。他忽然想起小時候，父親在飯桌上挑剔母親做的菜，他和哥哥也會跟着說兩句不好吃，那時候母親總是笑笑，說下次改。他們從沒想過，母親做了一桌飯，自己還沒坐下吃一口。這世上最容易被忽視的，往往就是最沉默的付出。幾天後，羅律師帶來了第一批調查結果，趙德勝名下的存款遠比韓素梅想象的少，但流水顯示，過去10年裡，他陸續向白玉琴及其關聯賬戶轉出大量款項，名目很雜，有生活費，有借款，有投資，有茶室經營周轉，其中幾筆大額轉賬正好對應白玉琴購買公寓和車輛的時間。另外，趙德勝還為白澤購買過教育金保險，受益人寫的是白澤。羅律師把資料攤開，現在看，趙先生轉移夫妻共同財產的時間跨度很長，金額不小。我們可以分2條線走，一條是遺產分割，
先確定哪些財產屬於夫妻共同財產。另一條是返還不當贈與，要求白玉琴返還趙先生擅自處分的夫妻共同財產中屬於韓女士的部分。趙明遠皺眉，如果錢已經花掉了呢，仍可以主張返還。羅律師說，實際能執行多少，要看他名下現有資產，但公寓、車輛、茶室經營資產都是可查的。趙雅寧忍不住問，那份遺囑呢？真的有效嗎？羅律師說，我們查到公證確實存在，形式上目前看沒有明顯問題，但問題在於遺囑列出的財產裡，有相當部分並不是趙先生能單獨處分的全部財產，比如你母親住的房子、老街鋪子，婚後取得應先析產，也就是先拿出韓女士應有的部分，再談遺囑。韓素梅聽得很安靜，她不懂那些法律名詞，但她聽懂了一件事，趙德勝不能把他半生辛苦一紙寫給別人。起訴吧，他說。羅律師點頭，材料已經準備的差不多了。趙明遠看向母親媽，您確定嗎？打官司可能會折騰很久。韓素梅低聲說，你爸折騰了我半輩子，我不怕再折騰一回。很快，白玉琴收到了法院傳票。那天她正在茶室和供貨商談貨款，看到文件時手指一抖，差點把杯子摔了。韓素梅起訴了他，不只是起訴確認遺產範圍，還要求返還婚姻存續期間趙德勝擅自贈與他的大額財產。白玉琴看着那一串金額，眼前一陣發黑。他以為韓素梅最多爭房子和鋪子，沒想到連過去多年的轉賬、公寓首付、車款、茶室投入都被一筆筆列了出來。更讓他慌的是，法院同步採取了保全措施，他名下部分銀行賬戶被凍結，車輛和公寓也被限制處分。茶室剛好要續租，賬戶一動，資金立刻緊張。供貨商聽到風聲，也開始催款。白玉琴第一次感覺到韓素梅那個沉默的女人出手比誰都狠，她氣得直接去了趙家。那天韓素梅正在收拾趙德勝留下的衣物，衣櫃裡大多是她親手洗熨過的襯衫，袖口磨了，她補過扣子掉了，她縫過有幾件羊毛衫，是她年輕時一針一線織的。她把能捐的整理出來，把不合適的打包，她沒有再哭。那些衣服曾經屬於她的丈夫，也屬於她耗盡半生照顧的一個人，可現在她只把它們當成舊物。門鈴響起時，趙雅寧去開門，看見白玉琴，她臉色立刻冷下來，你還敢來？白玉琴推開她就往裡闖，韓素梅，你給我出來！趙雅寧攔不住，氣得喊你私闖民宅，我報警了。白玉琴衝到客廳，看見韓素梅從房間裡走出來，立刻把傳票摔到茶几上。你什麼意思？德勝剛走，你就要把我和小澤往絕路上逼？韓素梅看了一眼文件，法院的事，找律師說。白玉琴眼睛發紅，你少裝。你不是說你不鬧嗎？你現在動我的賬戶，查我的房子、車子，還要我還錢，這不是鬧是什麼？韓素梅平靜地說，我說不在靈堂鬧，沒說不依法維權。白玉琴被堵得臉色鐵青，她咬着牙說，那些錢是德勝給我的，是他欠我的補償，我陪了他17年，給他生了兒子，你憑什麼全否定？韓素梅看着他，你陪了他17年，我陪了他38年，你給他生了兒子，我也給他生了一兒一女。你說他欠你，那他欠我的誰來還？白琴一怔，韓素梅一步一步走到他面前，你說你委屈，因為你不能光明正大站在他身邊，那是誰造成的？
是我嗎？是我讓你跟有婦之夫在一起嗎？是我讓你生下這個孩子嗎？白玉琴，你的委屈不該拿我的財產補。白玉琴嘴唇發抖，你說得倒輕巧，你有名分，有兒女有家，我有什麼？韓素梅說你有選擇。白玉琴像被狠狠刺了一下。韓素梅繼續說，年輕時我也窮過，也難過，也沒人幫過，可我再難也沒想過去拿別人家的東西。你走到今天，不全是趙德勝騙你，也有你自己一步一步選的路。白玉琴忽然尖聲道，你憑什麼教訓我？要不是你死拖着不離婚，我和德勝早就在一起了。趙雅寧氣得衝過來，你還要不要臉？我爸不離婚，是因為他既要家裡有人伺候，又要外面有人哄，你倒怪我媽。白玉琴怒道，你們懂什麼？德勝說過，他跟你媽早就沒感情了。韓素梅忽然笑了一下，那笑沒有溫度。他也跟我說過，外面只是朋友。白玉琴僵住。韓素梅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說，一個男人能騙妻子，也能騙你，你以為你是例外，其實你只是另一個被他利用的人。白玉琴臉色瞬間慘白，這句話比任何辱罵都狠，因為他戳中了白玉琴最不願承認的事。趙德勝真的愛他嗎？如果愛，為什麼17年不給他名分？如果愛，為什麼直到死前才用一份遺囑來安撫他？如果愛，為什麼很多財產安排得含含糊糊，讓他一個活人來面對韓素梅的追索？他不敢往深處想，人最怕的不是被別人否定，而是忽然發現自己用半生相信的東西根本經不起推敲。白玉琴眼神閃躲，卻仍嘴硬，不管你怎麼說，遺囑在我手裡。小澤是德勝的兒子，你們別想把我們趕盡殺絕。韓素梅說，我沒想趕盡殺絕，孩子如果真是趙德勝的，他該有的權利法律會給，但不屬於你們的，你們也拿不走。白玉琴還想說什麼，門外忽然響起腳步聲，趙明遠趕了回來。他進門看到白玉琴，臉色沉下，白小姐，我已經報警了，你再不離開，就按擾亂我們正常生活處理。白玉琴咬着牙，恨恨看向韓素梅，你給我等着。韓素梅淡淡說，我等着法院開庭。白玉琴被這句話堵得說不出話，轉身摔門離開。門關上後，趙雅寧氣得胸口起伏，媽，她太欺負人了。韓素梅卻只是把茶几上的文件整理好。她急了。趙明遠點頭，賬戶凍結應該對他影響很大。韓素梅說，他越急，我們越不能亂。趙雅寧看着母親，忍不住問媽，您真的不恨他嗎？韓素梅沉默了很久，恨過他坐下來，聲音低了些，昨天夜裡，我看着你爸的照片，恨得睡不着。我恨他，也恨他，甚至恨我自己。恨自己當年為什麼那麼傻，恨自己這些年為什麼總忍。趙雅寧紅着眼嗎？韓素梅搖搖頭，可是恨不能當飯吃，也不能把東西拿回來。我現在年紀大了，沒那麼多力氣耗在恨裡，我要把自己的日子過明白。趙明遠低聲說，您會的訴訟開始後，事情比想象中更複雜。白玉琴請了律師，堅稱趙德勝對他的贈與是基於情感補償，和對非婚生子的撫養支出，不應全部返還。他還拿出白澤的出生證明和親子鑑定材料，證明白澤確為趙德勝親生子。趙雅寧看到那份鑑定時，眼睛紅了很久，他真的還有個兒子。韓素梅也看了很久，他心裡有種說不出的頓痛，這不是第一次知道，卻是第一次被白紙黑字砸在眼前。
趙德勝不止背叛了他，還在外面有了一個完整的秘密家庭。在他給他煲湯熬藥，在他替他照顧老人孩子，在他把自己一點點熬成老太太的年月裡，他把溫柔和錢分給了另一個女人和孩子。羅律師提醒他，韓女士，涉及白澤合理撫養和教育支出的部分，法院可能會綜合考慮，不一定全部支持返還。但大額購房車輛、茶室投資，超出日常撫養需要的奢侈消費，我們的主張更有空間。韓素梅點頭，我明白，他不是要和一個孩子爭飯吃，白澤的出生不是他的錯。可白玉琴不能打着孩子的名義把他半生的財產全部拿走。開庭那天，韓素梅穿了一件深灰色外套，她沒有化妝，只把頭髮梳得很整齊。白玉琴也來了，身邊坐着律師，臉色比葬禮那天憔悴許多。白澤沒有出庭，可能是白玉琴不想讓他面對這些，也可能是孩子自己不願來。庭上雙方圍繞財產性質和贈與效力展開爭論。白玉琴的律師說，趙德勝生前有自主處分財產的權利，且對白玉琴和白澤長期照顧符合人情常理。羅律師則指出，趙德勝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未經配偶同意，大額處分夫妻共同財產，將房款、車款及經營資金贈與婚外同居對象，侵害了韓素梅的合法權益。他一項項列出證據，房子購買時間、銀行流水、趙德勝與白玉琴的聊天記錄、茶室裝修款、來源車輛付款憑證，甚至還有趙德勝在錄音中承認家裡那邊不能知道，知道就麻煩了的片段。白玉琴坐在那裡，臉色越來越白，她終於明白，韓素梅不是什麼都不知道。那個她以為只會圍着廚房轉的女人，其實在沉默裡把該留的東西都留了下來。庭審中途，法官問韓素梅是否願意調解，白玉琴立刻看向他。她現在已經沒有最初那麼硬氣，賬戶被凍結，茶室經營受影響，律師費也讓她吃力，她不想再拖下去。調解室裡，白玉琴終於放低姿態，韓姐，我承認當年我和德勝的事對不起你，可是小澤馬上要考大學，不能因為大人的事毀了他。你看這樣行不行？茶室我不要了，車也可以賣了，給你一部分錢，但房子能不能留下？那是我和小澤唯一住的地方。趙雅寧冷笑，現在知道說對不起了。白玉琴紅着眼，我不是跟你說，趙雅寧還想回嘴。韓素梅抬手攔住他，韓素梅看住白玉琴，你葬禮那天說，讓我盡快搬出我住了20多年的家，那時候你有沒有想過，我也是個剛死了丈夫的老太太？白玉琴臉色慘白，那天我太急了。你不是急，韓素梅說，你是覺得你贏了。白玉琴低下頭，手指攪在一起。韓素梅繼續說，我可以不碰白澤合理上學生活的錢，也不會讓你們母子沒地方住，到露宿街頭。但公寓裡屬於趙德勝出的那部分，首付款和還貸款，你要按照法院認定的比例返還。茶室的投入車輛，還有那些明顯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轉賬一樣要算。白玉琴抬起頭，聲音發顫，那我還得起嗎？韓素梅平靜地說，還不起，可以分期，可以處分資產，這些是法律上的事，不是我替你想辦法。白玉琴忽然落下淚來，韓姐，我知道你恨我，可我這些年也不好過。我沒有名分，所有節日都等不到他，孩子問爸爸在哪裡，我也只能撒謊，我也被他騙了。韓素梅看着他哭，心裡並沒有想象中的痛快。同為女人，她知道白玉琴這些話裡
有幾分是真的。可真委屈不等於沒錯，可憐也不等於可以理直氣壯拿走別人的東西。韓素梅低聲說，白玉琴，你被他騙，是你和他之間的賬；你傷害我，是你和我之間的賬，這兩筆不能混在一起。白玉琴怔住。韓素梅站起來，調解方案你和律師談，我只要我該拿的，不多要，也不少要。說完，她走出調解室，趙雅寧追出來挽住她的手罵，你剛才為什麼不狠狠罵他？韓素梅望着走廊盡頭的光，罵他一頓，他就能變回沒出現過嗎？趙雅寧沉默。韓素梅輕聲說，雅寧，人到我這個年紀就會明白，不是所有委屈都能靠吵架討回來，有些公道要一點一點算清楚。最終雙方在多輪調解和庭審後達成部分協議，趙德勝名下房產和老街鋪子先進行夫妻共同財產析產，韓素梅取得其中屬於她的份額。趙德勝遺囑中涉及其個人份額的部分，依法由白玉琴和白澤繼承，但不得侵害韓素梅的財產權益。白玉琴需要返還趙德勝婚內擅自贈與中屬於韓素梅份額的部分財產，包括車輛處分款、茶室投入折價款以及部分大額轉賬。公寓因涉及白澤居住和實際出資複雜，經協商後保留給白玉琴母子居住，但白玉琴需分期向韓素梅支付相應補償款。結果下來那天，白玉琴坐在法院外的長椅上，整個人像被抽空，她沒有像葬禮那天那樣昂着頭，也沒有再說那些勝利者般的話。她看着韓素梅從她面前走過，忽然低聲叫住她，韓姐。韓素梅停下腳步，白玉琴嘴唇動了動，終於說，對不起。這三個字來得太晚，也太輕，輕到根本抵不上韓素梅被辜負的38年。韓素梅看了他一會兒，你該對不起的不只是我。白玉琴眼眶紅了，韓素梅沒有再說，轉身離開。走出法院大門時，陽光落在她肩上。趙明遠問媽，結束了您想去哪？韓素梅想了想，去老街鋪子看看。老街鋪子的租戶聽說產權糾紛處理得差不多了，特意把店門收拾乾淨。韓素梅站在門口，看着那塊老舊的招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她和趙德勝第一次把這間鋪子盤下來時的樣子。那時候鋪子裡空空蕩蕩，牆皮剝落，地面不平，趙德勝站在門口，滿眼都是野心。他說，素梅，等我把生意做起來，你就不用再跟着我吃苦了。韓素梅那時候提着一桶水，笑着說，我不怕吃苦，就怕你忘了。今天她終究還是忘了，可這間鋪子記得，牆角記得她蹲在地上刷地的背影，老賬本記得她一分一角省下來的錢。那些年吃過的苦，不會因為一個男人的背叛就變得毫無意義，他們至少在今天替他留下了站穩的證據。趙雅寧問媽，這鋪子以後怎麼辦？繼續出租嗎？韓素梅看着裡面，先不急。趙明遠說，你有想法？韓素梅點點頭，我想開個小店。兄妹倆都愣住。趙雅寧驚訝道，您開店？韓素梅笑了笑，怎麼不行？不是不行。趙雅寧趕緊說，我是怕您累。韓素梅伸手摸了摸鋪子的門框，我忙了一輩子，閒下來才累。以前你爸總說我只會做飯，不懂生意。其實這間鋪子剛開始那幾年，進貨記賬、招呼客人，哪樣不是我做？趙明遠忽然笑了，眼裡卻有淚。媽，你想開什麼店？韓素梅想了想，簡單點，賣些手工糕點和茶，附近老人多放幾張桌子，讓大家坐坐。
趙雅寧眼睛亮了，那我幫您設計招牌。趙明遠也說裝修，我來安排。韓素梅看着兒女忙着討論，心裡忽然暖了一下。她知道自己不是非要靠開店證明什麼，她只是想把日子從趙德勝留下的陰影裡挪出來。那家小店最後取名叫素心小鋪，名字是趙雅寧想的。開業那天沒有大張旗鼓，只請了幾個熟人和街坊。店裡賣桂花糕、綠豆餅、紅棗核桃糕，還有韓素梅自己熬的酸梅湯，她手藝好，價格也公道。來的多是附近老人和接孩子放學的家長，有人認出他，背後難免議論趙德勝和白玉琴的事。剛開始韓素梅聽見還會心裡一緊，後來也就淡了。人這一輩子，誰能堵住所有人的嘴？只要自己的路走得正，旁人的話不過是一陣風。1個月後，白澤來過一次店裡。那天傍晚，店裡沒什麼人，韓素梅正在擦桌子，抬頭看見門口站着一個高瘦男孩，他背住書包，神情局促。韓素梅認出他，白澤走進來，低聲說：“韓阿姨。”趙亞寧剛好也在店裡，臉色立刻變了。“你來幹什麼？”白澤捏緊書包帶，“我不是來鬧的，我只是想跟韓阿姨說幾句話。”趙亞寧還想趕人，韓素梅卻開口：“亞寧，去後面看看蒸箱。”趙亞寧不情願地看了白澤一眼，轉身去了後廚。店裡只剩下韓素梅和白澤。白澤從書包裡拿出一個信封，放在桌上：“這是我暑假打工的錢，不多，我知道補不上什麼，但我想先還一點。”韓素梅看着那個信封：“沒有拿你母親讓你來的。”白澤搖頭：“他不知道。那你為什麼來？”白澤低着頭，聲音很輕：“葬禮那天，我一直想跟您道歉，但我不敢。我知道我爸做了對不起您的事，我媽也做了不好的事，我不能替他們含清，但我不想裝作什麼都沒發生。”韓素梅沉默地看着他，這孩子的眉眼確實像趙德勝，可他低頭認錯的樣子又不像趙德勝。趙德勝這一生最不會的就是承認自己錯了。韓素梅問：“你恨我嗎？”白澤立刻抬頭：“我為什麼要恨您？因為我起訴你母親，追回了很多錢，也讓你們日子不好過。”白澤抿了抿唇，剛開始有點不理解，後來我看了那些材料才知道，很多錢本來就不是我爸一個人的。我媽說您逼我們，可我覺得您只是把屬於您的拿回去。韓素梅心裡微微一動，白澤又說：“我已經成年了，以後我會自己賺錢。”韓阿姨，對不起。她彎腰鞠了一躬。韓素梅看着她，許久沒有說話。這個孩子的存在是她婚姻背叛的證據，她不可能看見他就毫無芥蒂，可她也知道孩子無法選擇自己的出生。過了很久，韓素梅把信封推回去：“你的錢自己留着。”白澤急了，可是韓素梅說：“你要真覺得對不起，就好好讀書，好好做人，別學你父親，也別把你母親那一套理直氣壯當成本事。”白澤眼睛紅了：“我記住了。”韓素梅轉身從櫃檯裡拿出一盒綠豆餅：“帶回去吧。”白澤愣住：“我不能要。”韓素梅淡淡說：“不是給你父親，兒子的事賣不完，快收攤了，給一個孩子的。”白澤眼淚一下掉下來，他接過盒子，又向韓素梅鞠了一躬，轉身離開。趙亞寧從後廚出來，看着他的背影，心裡有些不是滋味。“媽，您還給他東西？”韓素梅擦着桌子：“他沒有選擇怎麼出生，但可以選擇以後怎麼活。”趙亞寧沉默。過了一會兒，他輕聲說：“我還是沒辦法原諒。”韓素梅說：“
不用勉強自己原諒，媽也沒說原諒，只是我們不能把所有恨都壓到一個孩子身上。趙亞寧點點頭，她忽然覺得母親比她想象中更寬厚，也更清醒。這種寬厚不是軟弱，而是經歷過傷害後，仍不讓自己變成刻薄的人。白玉琴後來賣掉了車，茶室也轉讓了，公寓保住了，但每月要按協議向韓素梅支付補償款，日子一下子緊了許多。有人說她活該，有人說她也可憐。白玉琴最初還會四處抱怨，說韓素梅心狠，說自己被趙家逼得沒了活路。可說得多了，連身邊人也不願聽。一個朋友直白地說，玉琴，你當初拿人家老公錢的時候，就該想到有今天。白玉琴當場翻臉，可回到家，她坐在空蕩蕩的客廳裡，忽然哭了很久。不是為趙德勝哭，而是為自己這17年哭。她把最好的一段年華壓在一個永遠不肯真正負責的男人身上，最後得到一堆看似值錢卻不安穩的東西，還把兒子推到了尷尬的位置。他曾以為韓素梅是擋在自己和幸福之間的人，後來才明白，真正讓他沒有幸福的是趙德勝的貪心，也是他自己的不甘。有一天，白澤放學回來，看到母親在整理舊照片，照片裡年輕些的白玉琴站在趙德勝身邊，笑得很甜。他看着照片發呆，白澤走過去，輕聲說：“媽，別看了。”白玉琴抬頭，眼睛紅腫：“小澤，你是不是覺得媽很丟人？”白澤沉默了一會：“我覺得你以前做錯了。”白玉琴臉色一白。白澤又說：“但你還是我媽，我希望你以後別再靠別人的承諾活了。”這句話像一把不鋒利卻很深的刀，扎進白玉琴心裡。她看着兒子，忽然捂住臉哭出聲。那晚之後，白玉琴找了一份茶館管理的工作，工資不高，卻是她自己掙的。她和韓素梅之間沒有再聯繫，只按協議定期打款。每次轉賬時，她心裡都會疼一下，可那種疼也讓她一點點明白，欠下的東西終究要還。韓素梅的小鋪子卻越做越穩，她每天早上5點起來蒸糕，8點開門，下午休息2小時，晚上7點關店。趙明遠怕她太累，給她請了一個幫工。韓素梅一開始不願意，說自己忙得過來。趙明遠說：“媽，您開店是為了開心，不是為了把自己累倒。”趙亞寧也跟着勸救是：“你以前伺候我爸夠久了，現在該學會使喚別人了。”韓素梅被女兒逗笑，最後答應了。慢慢的，她有了自己的生活節奏，早上蒸糕，上午招呼客人，下午和幾個老姐妹喝茶聊天，晚上回家看看書，偶爾跳跳廣場舞。以前她總圍着趙德勝轉，他幾點吃藥，幾點吃飯，哪件衣服要熨，哪雙鞋要擦，他都記得清清楚楚。現在那些時間空了出來，剛開始他很不習慣，有時候半夜醒來還會下意識想去看看趙德勝有沒有踢被子，藥盒是不是放好了。等反應過來，他會在黑暗裡愣很久，不是想念，而是一種習慣被連根拔起後的空。後來他把床頭趙德勝的照片收進抽屜，把屋裡重新整理了一遍，舊沙發換了新套子，陽台種了幾盆花，客廳原本放趙德勝茶具的位置被他改成一個小書架。他買了自己喜歡的碎花窗簾。趙亞寧看見後笑他：“媽，您現在越來越會享受了。”韓素梅摸着窗簾，笑着說：“以前總想着你爸嫌花少，現在我自己看着高興就行。”這話說得輕，卻讓趙亞寧鼻子發酸。
母親60多歲才開始學着問自己喜不喜歡。1年後，趙德勝忌日，趙明遠和趙雅寧陪韓素梅去墓園，墓碑前放着一束白菊。韓素梅把香點上，沒有哭。趙明遠低聲問媽：“你有什麼話想跟爸說嗎？”韓素梅看着墓碑上趙德勝的名字，沉默了很久。那些恨，那些委屈，那些無數個夜裡翻來覆去的質問，似乎都曾經堵在他胸口。他想問他，38年夫妻，你怎麼忍心？他想問他，我陪你吃苦時，你有沒有一刻是真心？他想問他，你把遺產寫給白玉琴時，有沒有想過我老了以後怎麼活？可如今站在墓前，他忽然不想問了。死人不會回答，活人還要往前走。韓素梅把香插好，輕聲說：“趙德勝，我不問你了。”趙雅寧眼眶紅了。韓素梅繼續說：“你欠我的，我能拿回的都拿回了，拿不回的，就當我這輩子看走了眼。以後我過我的日子，你安靜待着吧。”說完，他退後一步，風從墓園吹過，吹動他鬢邊的白髮。趙明遠忽然覺得，母親在這一刻真的放下了，不是原諒，而是不再被困住。回去路上，韓素梅提議去吃火鍋。趙雅寧驚訝：“媽，您不是以前不愛吃火鍋嗎？”韓素梅笑了：“不是我不愛吃，是你爸胃不好，家裡這麼多年都不吃辣。”趙明遠和趙雅寧互相看了一眼，心裡又酸又想笑。那天他們去了一家小火鍋店，韓素梅點了微辣鍋底，吃得額頭冒汗，卻笑得像個孩子。原來火鍋這麼香。趙雅寧一邊給他夾菜，一邊說：“媽，以後你想吃什麼就吃什麼，想去哪兒就去哪兒。”韓素梅點頭好。她以前總覺得，人老了就該安分，就該守着家，守着老伴，守着孩子。現在她才知道，人老了也可以重新開始，不是轟轟烈烈的新生，而是把過去被忽略的自己一點一點找回來。2年後，素心小鋪成了老街上有名的小店，不少人特意過來買她做的桂花糕。韓素梅還開了個小小的短視頻賬號，是趙雅寧幫她弄的，專門拍她做糕點和講一些過日子的話。她不說大道理，只說自己的經歷。她說，女人這一生，別把所有安全感都放在一個人身上。她說，感情好時可以不計較，但該留的憑證要留，該懂的事要懂。她說，忍讓不是沒有底線，善良也不是任人拿捏。有一條視頻裡，有人問她老伴背叛了你，你後悔嫁給他嗎？韓素梅想了很久，才對着鏡頭說，後悔沒有早點把自己當回事。這句話後來被很多人留言轉發，有人說看哭了，有人說想起了自己的母親，也有人說60歲開始也不晚。韓素梅看着那些留言，心裡很平靜。她不是什麼女強人，也不是天生清醒，她只是被生活逼到懸崖邊後，終於明白自己不能再往後退。白澤高考那年考上了一所不錯的大學，開學前他又來過一次素心小鋪，這次他沒有拿錢，只買了一盒桂花糕。韓素梅照常收了錢，沒有多說什麼。白澤提着糕點站在門口，猶豫很久，最後說，韓阿姨，我要去外地讀書了。韓素梅點頭，好好讀。白澤說，我會的，還有我媽現在工作穩定了，她說欠您的錢會按時還。韓素梅說，按協議來就行。白澤看着她，韓阿姨，謝謝您當初沒有把氣撒在我身上。韓素梅擦着櫃檯，淡淡說，大人的錯大人擔。
你以後別讓別人替你擔錯就行。白澤鄭重點頭，我記住了。他走後，趙雅寧從後面出來，媽，您對他還挺好。韓素梅笑了笑，談不上好，只是我不想做一個被仇恨養老的人。趙雅寧挽住他的胳膊，那您現在靠什麼養老？韓素梅想了想，笑着說，靠桂花糕，靠鋪子，靠你們，也靠我自己。母女倆都笑了。傍晚老街的燈一盞盞亮起，韓素梅站在店門口，看着街上來來往往的人，有人牽着孩子，有人提着菜，有人為幾塊錢討價還價，有人坐在店裡喝茶聊天，這就是日子。不總是體面，不總是順遂，但只要人還在走，就能走出新的方向。他想起趙德勝葬禮那天，白玉琴捧着遺囑站在靈堂裡，說他把所有遺產都留給了他和孩子。那一刻，所有人都以為韓素梅輸了，她老了，丈夫沒了，臉面碎了，財產也要被奪走。可韓素梅沒有鬧，因為她知道，真正的反擊不是在靈堂上哭喊，不是扯着小三的頭髮讓眾人看笑話，真正的反擊是轉身找出證據，請律師走法律程序，把屬於自己的尊嚴和財產一樣一樣拿回來。他沒有贏回趙德勝的心，那顆心早就不值得他要了，他贏回的是自己。夜風拂過，店裡飄出桂花糕的香氣。趙雅寧在後廚喊媽，明天的糯米粉放哪兒了？韓素梅轉身往裡走，左邊第二個櫃子，你總記不住我。哪有我，就是問問，問問也得自己找。母女倆的聲音在小店裡響起，平常又熱鬧。韓素梅走到蒸籠前，看着一屉剛蒸好的糕點，白霧升起，暖融融的撲在臉上。她忽然笑了，這一生，她曾經把最好年華給了婚姻，把半生辛苦給了丈夫，把無數委屈吞進肚子裡。可到最後，她明白，女人真正能依靠的，不是一紙婚書，不是男人晚年的良心，也不是別人口中的體面，是自己清醒的腦子，是敢於轉身的勇氣，是把苦日子重新過甜的本事。而趙德勝留下的那場荒唐遺產風波，終究沒有毀掉他，他只是讓他在62歲這年，終於把韓素梅這3個字重新活成了自己的名字。故事的最後，韓素梅站在素心小鋪的蒸籠前，白霧暖融融的撲在臉上。她不再恨趙德勝，也不再恨白玉琴，甚至不再恨那個在婚姻裡把自己活沒了的自己。她終於明白，女人真正能依靠的，不是一紙婚書，不是男人晚年的良心，也不是別人口中的體面，是自己清醒的腦子，是敢於轉身的勇氣，是把苦日子重新過甜的本事。我是一個在深夜裡把這些家長冷暖講給你聽的人。我喜歡講這樣的故事，不是想讓你恐婚，而是想讓你看見一個女人最狠的反擊。不是在靈堂上撕扯小三的頭髮，也不是哭着讓兒女替自己討公道，而是轉身找出證據，請律師走法律程序，把屬於自己的尊嚴和財產一樣一樣拿回來。韓素梅沒有贏回趙德勝的心，那顆心早就不值得他要了，他贏回的是自己。62歲那年，他終於把韓素梅這3個字重新活成了自己的名字。如果你也曾在某段關係裡被消耗，被當成理所當然，被最後一份遺囑傷得體無完膚，請你記住韓素梅的故事，你的忍讓不該被當成軟弱，你的付出不該被一筆勾銷。真正愛你的人，不會怕你清醒，也不會讓你在暮年時才學會保護自己。點個讚，
讓更多在關係裡裝睡的人看見這個故事。評論區聊聊你身邊有沒有像韓素梅一樣在晚年突然清醒的女性，或者你有沒有為將來的自己留下過什麼退路？下個故事我們不見不散。